2018年3月，南非科鲁格国家公园惊现这样的一幕：在位于 R7-4-2 公路西侧，作为地主的麻婆豆六雄狮联盟中的4只，将一只孤独的流浪雄狮团团包围。然而，正当这位流浪雄狮命悬一线的时候，4只地主雄狮竟然高抬贵手，没有对其进行致命伤害，放了他一马。而这只流浪雄狮也很识趣，赶紧逃离了这条盘踞着多个大型雄狮联盟的地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传统雄狮沿河流进行扩张的基础上，现在南非大科鲁格地区的雄狮已经升级为争夺公路。也正是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为雄狮的流动提供了便捷，更加剧了这一地区雄狮沿公路扩张的内卷化。所以雄狮联盟必须成员众多，才能应对激烈竞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横天虎，自然界你虎哥。但今天我要讲的却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、形单孤影混居于大科鲁格地区的流浪雄狮。它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就直接叫流浪者。流浪者最开始被纪录片工作组追踪是在2014年左右，当时他经常沿着另一条世家必争的R7-4-1公路溜达，而这条公路正是由近些年世界最强大的雄狮联盟曼提马勒五兄弟，简称曼联，主导控制。这个狮团的分工状况是5地留守领地，4个哥哥外出打拼，而突然出现在这一带的流浪者，甚至连当地向导都一度误认为是曼联的老五。曼联老五也是习惯独身行动，一般会在领地附近溜达，或每隔数月前去和哥哥们相聚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流浪雄狮的擅自滞留便引起了曼联兄弟的觉察，曼联开始有针对性的对其围捕追杀，但幸亏他跑得快，没有真正和曼联兄弟遭遇。这之后，他被当地向导和纪录片工作组从曼联中识别出来，走向了更为漫长的流浪之路。在南起麦杰保护区，北至沙比森保护区南部，两者在上世纪末也被并入了大科鲁格国家公园，属于科鲁格的东部边缘。而流浪雄狮便开始在这种边界地带过着游荡生活，它没有固定领地，只能在各大雄狮联盟的夹缝中求生。但还算庆幸的是，他的身边也照样雌狮不断，基本都是靠勾引地主雄狮的老婆，屡屡得手，似乎还挺受欢迎的。而这种风骚的走位也让他在纪录片中名声大噪，被中国狮迷取名采花二世。如果硬是给他单枪匹马还能纵横世界找个原因的话，我倒是觉得他也是有绝活的。我就这么说吧，别的雄狮都3秒，他缺30秒。当然，采花二世也偶遇过一些被逐出狮群的流浪雌狮，所以不要以为非洲草原上只有流浪雄狮，流浪雌狮也是大把存在。流浪雌狮的情况大概是，当一个狮群发展壮大超过3代，并成员过多的时候，一些刚成年的雌狮便会被祖母辈的首领驱逐，他们往往不会走太远，都是在靠近故土的地方重新开辟领地。这个逻辑和老虎有些类似。那么情况好的话，几姐妹组合在一起，并很快遇上心仪的流浪雄狮，然后生儿育女，就地形成新的狮群。也就是说，大自然是给过采花二世成家立业的机会的。在2018年中期，他在偶遇了2只流浪雌狮后，并与希尔达、小杰克和一只亚成年雄狮组成4狮联盟。但时间没过多久，还没真正建立领地以及生育幼崽，就被别的雄狮联盟给打散了。或许采花二世在经历了那么多次追杀和驱逐，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条件反射，就是一摊上要干仗的事，拔腿就跑。再加上他们这种组合4+2，2只雌狮是不带有领地的，他们本质上集体属于流浪狮群，没有守护的动力以及牢靠的纽带关系，至此采花二世再次踏上了孤身游荡的日子。而视频开头的一幕是发生在采花二世整合狮群之前，他有可能是从中受了某种触动才去整合狮群的。到底是什么触动呢？这不得不提一下包围采花二世的麻婆豆雄狮联盟的老大，他的身世有着清晰的来历。出生于科鲁格的超级狮群威狮群，最早被观察到是2兄弟一起出道，但走着走着兄弟就不见了。而当威狮群故地的管理员翻看当年的旧照片时，发现当年麻婆老大身边的兄弟正是今天的采花二世，也就是说采花二世和对手的领袖竟然是兄弟。但遗憾的是，这次麻婆老大并没有出现在行动中，2兄弟就此擦肩而过。或许采花二世早已习惯了放荡不羁的生活，
也或许他不想去蹭哥哥当下的成果，他开始要求自己奋发图强，但依然换来失败收场。整合狮群失败之后，他选择了东躲西藏，没有勇气再面对阳光。最终，他于2019年末彻底消失了，走过了大约10个年头。这在狮子的世界里不算早夭，在孑然一身的流浪雄狮中，甚至都算奇迹。很多人想知道，采花二世和雄狮索罗这两个史上最著名的流浪雄狮有什么不同？一句话概括：一个招摇撞骗，一个阿甘正传。当然，采花二世是阿甘正传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